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讲怎么样画弯矩图与简历图。我们说要介绍两种方法，上次已经介绍了第一种，就是用推导公式的方式把弯矩图跟简历图的公式完全的推导出来。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第二种方法，那就是用我们学到的关于 QVM 的一些关系，很快的就可以把图形画出来。好，这是一个我们上次已经学过的一个题目哈，就是一个减支梁在中间跨距的地方受一个集中力。我们上次已经把它的简历图还有弯矩图都画出来了。那我希望各位，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这些图是怎么画出来的，可以把这个录影带停一下，然后自己真的画一遍看看。就是3个步骤，非常简单。第一个求反例，求完反例之后，第二个取分离体，取完分离体之后就列力平衡式，然后你就可以把 V 跟 M 的式子求出来。你切分离体的时候，你第一个就是切这边，那你切到了这一块分离体，好，只要你切的刀子是在这一段，那你所取的左边这个分离体是都可以适用的，所以你求到的式子也就是在左半边这边全部都没有问题。但是等到你要是一旦过到这一边之后，你原本在这边列的那个分离体的那个 V 跟 M 的式子就不能用了，所以你要重新取一个这个分离体来看。好，那你就可以，你得到的那个 V 跟 M 的式子就可以在这一半里面去适用。OK， 所以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真的停下来试一次看看啊。在上次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有集中载重作用的地方的时候，它的简历图呢就会产生一个不连续点。好，而且呢，像这边是正2/P， 这边是负2/P， 这个不连续点两端的差呢，就刚好是等于我这个集中载重的大小。OK， 而且呢，我往下推，它就会往下掉多少；我往上拉呢，它就会往上跑多少。为什么会刚好是这个样子呢？好，那你当然知道，就是这完全就是力平衡的结果，因为我刚刚取完，我们刚刚用力平衡的式子就可以把这个图画出来，所以这个图是一定正确的。那只是为什么我们有没有更直观一点的方法可以来解释这种现象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在这边我切一个分离体，很小很小的分离体，好，很小很小的分离体。这一段就几乎就是在这个集中载重的左右两边一点点的地方。好，我们把它切成这个样子。好，我们先来看，先不管弯矩，我们先来看简历的部分。那你知道，因为这边是正简历2/P， 这边是负简历2/P， 对不对？所以你这一刀切开的时候，你在这边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正简历。那这一边你切开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一个负简历的状况，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负简历。好，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块本身它的summation f of y 都是平衡的，这一块自己 summation f of y 也都是平衡的，这一块也都是平衡的。好，这是正确的一个情况。OK， 好，那我们来看看哦，如果没有这个 P 作用在这边 ，OK， 原本像它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正2/P的一个情况。这一块本身要力平衡的时候，那就是一边往上一边往下。但是因为我原本这样子是平衡的，但是因为我加了一个 P 进来，那导致说我原本这边2/P， 我如果还想要最后要平衡的话，我这边中间加了一个 P 下来，那我这边就变成一定要上去一个 P， 对不对？那最后加起来它才会这一块才会平衡的啊。OK， 那你说，老师，那为什么我不把这个 P 加到另外一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从左看到右，好，那我从左看到右的时候，我这个2/P本身已经被另外这一块的力平衡已经决定了，在这边2/P，所以我不要去改它，因为我要是去改它的话，那这边这一块就会变得不平衡了。好，所以我就把力量加到这边。然后呢，那我下来 P 这边一定要上去 P 嘛，那这样加起来最后才会是正确的一个平衡的结果。那
我既然所以导致说我从左边到右边走过来的时候，因为我这边加了一个 P， 我这边一定要上去一个 P， 那这边上去一个 P， 这个是什么状况？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讲的正剪力是怎样？应该是要往下，这边往上，这个才是正的剪力。好，那现在这边要多了一个往上的 P， 就好像就势必导致我们剪力的那个值会往下少了一个 P， 对不对？因为你加了一个这样子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在我们这个正剪力的定义里面是负的。我们从左边走到右边的时候，量内部的这个剪力呢，势必就是要多这个 P 的影响。所以呢，这样子往上一个 P， 就是造成它剪力值会下降 P， 因为它跟我们正的剪力的定义刚好是相反的。所以这边压下来多少，这边就会压下来多少。那如果这边是均部的一直往下压的话，那你就是等于你走过来是均部力之后，右边这边就要一直冲上去多少等量的那个力量，所以它其实也会造成我们的那个剪力图一直在被往下推。OK， 好，所以才会造成说，像这边往下压，这边就会掉下去多少；那像这边往上推，这边就会上去多少。OK，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一个集中载重会造成我剪力图里面有一个不连续的一个原因。好，再来呢，那这一个东西，这个集中载重会不会造成这一点力量作用点左右两端弯距的变化呢？它是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看，我这个是切得很小很小很小，那我在这边原本是一个正的4/PL 的弯距，所以是正的，是这样子，对不对？好，然后呢，你看原本这一个东西它要力平衡啊，它要弯矩平衡，所以因为这个很小很小，所以这边的中间不管剪力是怎样，都其实不影响，都没有力臂可以产生弯矩，所以呢，这边既然有一个这样子的弯矩加在这一个分离体上面，那这边势必要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这个弯矩，那这一块才会平衡。所以并不会因为这个 P 的关系，有这个 P 造成这一个弯距跟旁边这个弯距的不一样。那这边两个，所以就是说我这一点切开看到了，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正弯距。那我这边一切开，也是一样一个这样子的正弯距，所以会就是集中载重在这边并不会造成这个弯距图上面的不连续点。OK，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我们加的是一个集中弯距，好，集中弯距，那这是我们上一次已经找到的那个弯距图跟剪力图哈。那我们看到的是集中弯距，它并没有在剪力图上面产生什么不连续的状况，但是它会造成弯距图上面有一个不连续的状况，而且我加顺时针加多少，这个呢就会从左边走到右边的时候，经过这个加载点的时候呢，它就会顺时针加弯距的话，它就顺时针加多少，它就会往上跳多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一样其实就单纯只是力平衡的原因而已。我们来看一下，我一样给它切很小很小的一段。好，那我切断之后，你就会看到在剪力上面它的分布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因为这边有两边的反力，你知道了，所以我这边一切，这边一定是这样。这个本身是Y 方向力平衡，这个也是 Y 方向力平衡，这个也是 Y 方向力平衡。我看到这边的剪力跟这边的剪力全部都是这个切开这样子的话，就是负的 m 除以 l。那这一点的剪力切开这样子也是负的 m 除以 l， 因为跟我们定义的正方向都是相反的。好，那所以它剪力上面呢，它一定要这样子，两边切开一定要看到的一样。好，因为如果不一样，你看这一块当场它的 Y 方向力就不平衡了。所以呢，我加一个集中弯矩，在这个加载点的两侧剪力图呢，它并不会造成什么不连续点。但是弯矩就不一样了。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弯矩原本是一个负的2/m 的一个弯矩，所以它是这个样子。然后到了这边呢，变成一个正的2/m 的弯矩。好，
那你看这样子，这一块本身有没有力平衡？有的。有没有弯矩平衡？就是顺时针是 m， 那逆时针两个都是 m。OK， 好，它绝对是力平衡，所以这个旁边的这一个弯矩图，这个是正确，没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弯矩的话，好，原本这边是这样子，2/m， 好，这一个。那另外一边要平衡，就是要这样子2/m。OK， 好，所以就是说，如果没有中间这个集中弯矩加上去的话，原本是要这个样子的，它才会平衡。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在这一点它就继续是负的2/m哦。好，但是因为我加了一个这个 m 在这边，所以它要平衡的话，就表示我走过来这边之后呢，这边就是一定要多一个这样子的 m， 我一定要多一个这样子的 m。最后加起来之后，它才会平衡嘛，对不对？因为我多加了一个 m， 那我就是要这边就内部就是当然就是要生出一个这样子的 m， 它最后才会平衡。那所以呢，我从这一点走到这一点，原本是要这样平衡，它现在必须多加一个这个才会平衡。那等于这个是不是等于多加了一个正 m 的一个弯矩？所以造成说。我这边如果逆时针、顺时针加了多少，这边呢就会弯矩就会跳上去多少。OK， 好，那你说又一样跟前面一个问题一样，就是为什么我这个 m 我不加在另外这一边呢？那也一样哈，因为我们这边我们都是从右边走到左边，所以这一个2/m 已经被定住了，我们不要去改它，所以不要在这边，不要在左边这边加东西，我们是把它加在右边。OK，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所以我加了一个顺时针的弯矩，那它就会造成我从左边到右边，它的弯矩图就会上去多少。好，那但是对简历图是不会有不连续点产生。OK， 好，那我们利用我们学到的这些技巧呢，我们还有配合上 QVM 的关系，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把简历图跟弯矩图画出来哈。